台军展开了代号为“联翔操演”的演习。从演习内容来看，主要是测试岛内陆海空部队的防空体系。请教一下白先生，您认为台军的防空力量究竟怎样？我们说，如果你要仔细研究台湾岛内的相关的防空系统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像博物馆一样，很多已经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退役的，包括我们说可能都是要叫爷爷本啊这种相关的这种老式的武器呢，仍然会出现在这种所谓的装备序列之中啊，包括鹰啊，包括我们说其他像小胡树这些相关的武器呢，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基本上是看不到的。那么这些年，当然岛内呢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条件，在引进技术的情况下呢，也搞了，比如说像天弓天箭呐一系列的所谓的岛内自产的相关的装备啊。即便岛内有少量的这种相对性能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但是考虑到它的预警啊，包括它的像雷达系统的水平呢，也很难真正在实战中发挥作用。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在这种岛内的一小撮人啊，试图搞以武拒统的背景之下，那么螳臂当车呢，你即便是把螳螂的一双钳子练得很强大，但是真正在历史的车轮面前呢，其实也是会被一碾而过的。所以我们说的岛内的去炒作这种所谓防空反导武器装备数量的在全世界的排名呢，根本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有台媒日前报道，台军方计划延长南沙太平岛上的跑道，更方便军机起降，并且此举经美方同意。尽管台军方出来否认，仍有不少人认为绝非空穴来风。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因为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台湾一直是想把美国作为它的一种依靠。那么从行动这个层面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也有这种现实的需求。我们知道美国这些年一直在推行或者说验证它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这样的一种概念。那么这个作战概念的基本的设想就是在我们大陆周边的这些岛屿来临时性的建设一些简易的前进基地，然后他把部队临时部署在这儿然后开展一些军事行动。那么我们知道太平岛是南海最大的一个岛屿，那么它是建成美国所谓的这种远征前进基地的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岛屿。它需要太平岛有一个更长的机场来容纳更多可能的机型的起降，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需求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那么这一次事件很可能是美台共同商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一直以来，美国都以所谓提升台湾地区防御能力为由，向台湾出售武器，赚取高额利润。日前，甚至有美政客窜访台湾，公开要求台当局采购波音客机。请教一下白先生，这充分暴露出美国怎样的丑恶用心？那么，美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它或者我们说叫军事工业复合体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跟政界、军界的捆绑，应该来讲相对是比较紧密的。这种捆绑呢，可以使得美国的官方无论是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国会，包括美国的军队，都愿意站出来为这些军事工业企业去站台、去做推销员。还有一点我们要考虑到，台湾地区呢自身呢，在所谓军售上面一直以来也是黑幕重重。那么你像最近我们经常会提到的标枪导弹，那么其实台湾地区在购买的时候呢，陆军相关体系和海军陆战队相关体系在购买同一款导弹的时候呢，价格就是一个几倍的增长。那么另外呢，我们说用相对比较低廉价格所购买的弹药呢，也没有及时运抵，那么后续据说还是补了差价，然后才出现了发货的情况。那么这些我觉得可能都不会出现在正常的军援军贸的这种相关的交易之中那么只能说这个过程之中，体现了美国的政界、军界，包括商界，包括尤其是在军工体系中的很多人的胆子有多大，心有多黑。当然，我们说胃口呢，也确实在全世界也是能够排得上前几位的。